一个演员到底能变成什么样？2025年，肖战给出了答案。上半年他还是古装剧里心思深沉的谋士藏海，下半年他直接变脸成战乱中挣扎求生的糙汉钳工。这可不是简单的换装，这是一次从外貌到灵魂的换命式出演。今天咱们就聊聊他到底对自己有多狠。演藏海，导演一句瘦了更好看，他10几天狂减8公斤，脸上就剩棱角和野心，那是精心雕刻的美啊。但到了德贤景致，他亲手把这美砸碎了，皮肤黝黑，头发打结，手指全是裂口和老茧。为演好钳工莫德贤，他减重15斤不止，蹲在工厂学榫卯淬火，把自己活成了那个年代的人。从古典美男到市井糙汉，这一步他彻底丢掉了偶像包袱，走进了泥土里。光变样子不够，戏得入魂。藏海是收着演，所有的血海深仇都压在心里，靠一双眼睛去演戏。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让不少观众是直呼献舍式的演技。但莫德贤呢，是彻底放开了演。要从水口，你怎么把张要放水里？这不是演，这是让角色活在自己身上。观众忘了他是肖战，只看到一个被逼到绝境的父亲。大家突然发现，他能演的不止古装，还有滚烫的人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演员要破茧成蝶？肖战这一年给出了最好的示范，先破外形的茧，再破技巧的茧，最后把心交给角色。这条路才刚开始，但我们已经等不及看看他下一个角色还能变成谁。颜值不行就别尬称古装男神，他在古装这个赛道果然权威。盘点肖战出演的7位古装角色，第1位才是他的古装巅峰之作。第7位林修崖，肖战塑造的这个角色让他的古装形象更丰富多元，也打破了古装剧里书生或权谋者的刻板印象，阳光少年的模样给观众带来十足新鲜感。林修崖是迦南学院内院高手，也是狼牙势力领导者，性格直爽有活力，还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凝聚力。他的造型走硬朗风格，服饰设计简洁，将武者的英气尽显。肖战用自然的表演，把角色的热血与单纯诠释的恰到好处。第6位北唐漠然，这是剧中极具辨识度的角色，肖战将这个人物塑造的极具魅力，整体气质温文尔雅，形象既贴合皇室身份的庄重，又契合现代审美里温润如玉的特质。造型上的贴发设计本有驾驭难度，却搭配简约服饰与利落仪态，完美展现出角色的贵气与沉稳。肖战更凭借细腻的肢体语言，结合眼神的细微变化，精准传递出北唐漠然的内敛与深情，让观众深深感受到这个角色的独特魅力。第5位吉冲，这个角色是观众心中的意难平代表，身兼晋国王世子和江湖赏金猎人双重身份，重情重义刻在骨子里，面对爱情勇敢执着，扛起责任时果断有担当。造型融合了江湖气息与贵族气质，皮甲外套搭配不羁碎发，尽显潇洒随性。人物形象兼具江湖儿女的豪迈洒脱与贵族子弟的优雅官贵，肖战精准平衡两种反差气质，以细腻的表情管理，将吉冲的深情与无奈演绎的入木三分，让角色极具感染力。第4位唐三，唐三是拥有双生武魂的天才少年，核心气质是坚毅与强烈的责任感，既有少年的热血义气，又有着领导者的沉稳特质，坚毅的气场格外突出，尽显强大的内心力量，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可靠与坚韧。他的造型融入玄幻元素，简约服饰搭配利落卷发，展现出少年的朝气与英气。剧中的唐三一路从弱小走向强大，肖战凭借扎实的演技，清晰呈现出角色的成长历程，眼神里的坚定与决心更是诠释的淋漓尽致。第3位魏无羡，这个角色打破了传统仙侠剧男主的高冷设定，以更接地气的塑造方式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也因肖战的细腻演绎被赋予了鲜活灵魂，成为剧中的经典形象。他的形象核心是灵动与坚韧，性格开朗且心怀正义，却奈何被命运捉弄，陷入重重困境。造型上从前期的白衣少年到后期的黑衣老祖，直观展现出角色的成长与心境转变。肖战以自然的表演风格，将魏无羡的活泼与深沉完美融合，尤其是情绪爆发的戏份，表演极具感染力，把角色的复杂心境诠释的淋漓尽致。第2位石影，作为肖战古装扮相中极具亮点的存在，石影是典型的高岭之花形象，清冷又庄重的特质格外鲜明。他的造型以白色为核心，搭配简约的配饰，没有多余的修饰，却自带仙气飘飘的质感，完美凸显出超凡脱俗的气质。剧中的他宛若远离尘世的谪仙，周身萦绕着不可侵犯的威严，一言一行都透着神官的肃穆与端庄，每一个动作都精致的仿佛经过精心雕琢。这份独有的清冷庄重感，让他的古装形象更添独特的神秘感，也让他凭借这份鲜明气质和高雅精致的扮相，成为肖战古装群像里格外亮眼的存在。第1位藏海，
这是肖战在古装领域的又一巅峰塑造。藏海的扮相是素色长袍搭配简约束发，既贴合古代工匠的质朴质感，又契合现代审美里成熟男性的独特魅力，将这位建造大师的风范完美诠释。角色身负血海深仇，却凭借过人的智慧与精湛技艺，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踏上复仇之路。肖战以极具张力的内敛表演，把藏海的隐忍、克制与深谋远虑演绎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权谋戏份中，他的眼神里满是沉稳的坚定与冷静，精准立住了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从造型设计到人物刻画都极具层次感，充分释放了他的表演潜力，也让观众对他后续作品充满了更高的期待。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刚刚在直播的过程中，我遭受到了严重的语言的这种威胁。起因是我在聊肖战代言每日鲜语的过程中，其中也聊了伊利啊、李子源等等的这些代言人，然后就引发了某一群体、某一类别人的这样一个内心的敏感。但是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聊的过程中都很顺畅，我们聊肖战代言了什么安吉尔啊，代言了 NARS 啊，代言了等等李宁啊、GUCCI 啊等等品牌衣服，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聊，聊到了说我自己家卖的大米啊，然后就有一个人给我在评论区发私信说想多买点可以优惠吗？我说可以，你给我发私信吧。然后我就加他的过程中，我说我关注你，先关注我，发现这时候他就没关注我，没有关注我，他就申请连麦，这时候我就同意了。我以为感觉人家可能要过年给单位进行采购，然后就是他上线就开始对我一顿的这样一个威胁和侮辱。他说我侮辱别人家的艺人，说侮辱别人家的这样一个偶像，可是我并没有侮辱我，你代言某些品牌的牛奶，那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嘛。然后他就说妈的这种言语，因为我防止直播间被封，我马上就给他下线了。然后我想找回看视频的时候，想给各位看一看，但是这条视频这个回放已经不能看了，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严重的违规。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作为他的粉丝也好，还是作为你喜欢的明星也罢，你不能去公然的侮辱其他艺人和侮辱别人这样一个主播，因为我肯定用事实说话。第二个，在他的主页大量的发关于这种污蔑肖战的视频，我真的觉得其心可诛，而且这些人肆无忌惮、胆大妄为，我真的觉得去净化一下这样的空气。然后王老师也是挺难受的，实话实说。期待这个行业变得越来越好吧，各位。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是把《藏海传》看完了。这个《藏海传》真是多一集都没有，40集能拍完的绝不拍41集。看完之后感觉心情很复杂，因为《藏海传》整体给我的感觉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部小说，叫《将进酒》，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个是耽美界很出名的一本权谋。两本小说相同的点就在于他们都是权谋的群像作品，相同的时候我都看不懂。《藏海传》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将进酒》我是完全看不懂。在后面的话我连伏笔我都找不到，二刷至今有些地方都不明白。这两部作品很相似的一个点是，你能够把握人性，但是没办法去明确的知道任何人的立场跟选择是怎么样的，你也不能简单的判断这个人他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其中体现的最明显的是薛修卓跟赵炳文。薛修卓在小说里面他是皇室的苦苦支撑者，所以任何可能威胁到皇室血脉的人或者队伍他都全部铲除，不惜任何代价，最后他也是为此而死。而赵炳文呢，他是为了壮大大雍，他不惜兴兵，他不管你什么东夏子民、大雍子民，他只要大雍强起来，所有的土地都冠上大雍的姓。放在当时的处境下，你能说这两个人是对的还是错的吗？不能，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并且为了自己的立场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而主角团当中，《将进酒》里面的沈兰舟跟《藏海传》里的藏海，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权力下的蝼蚁，任何一点权势都能够将这两个人捏死。他们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足够聪明，有足够的智谋。还有很相似的点是，高明师傅死的时候让我想到了齐慧莲，齐慧莲也是为了沈兰舟死的。他在死的时候说，师傅替你扛下了4万冤魂。而主角萧策安跟东夏质子是一个地位，他们都是质子。不过我觉得萧策安比起香岸图好一点的地方在他在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回到了自己梦中牵挂的那片土地。如果喜欢看《藏海传》觉得回味无穷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将进酒》，很推荐。就是比较耗时间，人物太多，地形也比较麻烦。想拉通回顾一下《藏海传》里面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几个画面。第一个是鸡伯伯死的时候，我猜到《藏海传》会最后叫他一声鸡伯伯。当他那声鸡伯伯叫出口之后，我真的是整个人在上班的时候嚎啕大哭。第二个画面是庄之贤跟藏海的关系，一个是他当着藏海的面说自己曾经认识一个恶童，这个地方真的给我笑死。紧接着就是不打球赛的时候，庄之贤把藏海奉为自己的先生，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了先生是我以师书，我为先生杀宿仇。其实我当时很看好庄之贤，我觉得这个小孩还挺聪明的。在不打球赛的时候，一局里面前几颗球不是一直输吗？那个时候我还挺看好庄之贤的，因为别人是胜不骄败不馁，而庄之贤你是败不馁败不馁。第三个我印象很深的画面是东夏女王死的时候，
东夏女王跟蒯夺的那一段往事的回顾真的很美好。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我也非常喜欢东夏女王。接着就是第4个我印象比较深的画面，就是高明师傅救了藏海之后死了，就在城门外，他要倒下去的那一刻还在挥手跟藏海告别，如释如负，真的让我想到了齐慧莲死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后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的画面是赵炳文死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最后赵炳文是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在背后纵横筹划这么久，最终死的时候是被吓死的，这个结局真的很令人唏嘘。不说了，我去3刷《将进酒》了。